你是否也有怀疑自己生活在平行世界里？这是发生在我初中时候的事情了。那天半夜，由于睡前喝多了水被憋醒了，也懒得开灯，就直接爬起来往厕所走去。迷迷糊糊的上完厕所后，便起身准备洗完手继续回房睡觉。不经意间，我扫了一眼墙上的镜子，赫然发现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我僵硬地看向背后，可是我的身后并没有人。我再次转过头，镜子里的女人还在，她依旧在看着我。顿时，我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尖叫着跑回卧室，用被子将整个人盖住，躲在里面瑟瑟发抖。妈妈匆忙地跑了进来，我泪流满面地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。妈妈的脸色有些难看，紧张地打开了灯，查找了房子里的所有角落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在妈妈的安抚下，我再次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心有余悸的我跟妈妈谈起了这件事。我依稀记得妈妈告诉我说，是我睡觉睡懵，或者是做梦了。我摸了摸脑袋，半信半疑。后面很长一段时间，夜里睡觉时，我都会开着电灯，上厕所时也不敢看镜子。好在那个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渐渐的，我遗忘了这件事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。我今年30了，前几天半夜我又突然醒了，起床去上厕所。按照惯例，我站在洗漱台前洗了洗手，突然我竟然清晰地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件事。抬眼往镜子看去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镜子里清晰地倒影出我自己的模样，而镜子里的我竟然就是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陌生的女人，连惊恐的感觉都一模一样。你搭车时遇到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呢？劫后余生的我，现在想起还是惶惶不安。写完手上最后的 PPT， 我打着哈欠离开了办公楼。爸爸早已经等候在门口，疲惫地上了爸爸的出租车。困意渐渐向我袭来，我闭上眼睛打盹，猛地一个急刹车，我吓了一激灵。突然间，车窗外出现一个黑影，整个人几乎贴在玻璃上。车灯下的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一副眼镜，五官被挡住了大半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突然跳出来拦车，把你撞到怎么办？爸爸生气地质问男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多了，我想送他回家，可惜这里不好打车。大哥，你能不能捎我们一程？太晚了，车打烊了。我对男人说。男人此时才留意到副驾上的我，两束冷冷的目光射向我，我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不自觉地挪了挪身子，把眼神转向另一边。大哥，行好吧，我多加钱行吗？给你3倍车费。男人冲着爸爸不停作揖。那行吧，你赶紧把他扶上来。爸爸妥协地说。下一秒，男人打开后车门，然后快步走到路边的大树旁，费力地从树后抱出一名瘦高的男人。爸爸见他有些吃力，下车准备帮忙。我一个人就行，我朋友不喜欢外人碰他。我留意到男人怀里的朋友脑袋低垂着，手也是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一副完全没有意识的模样。这是把酒当水喝了吧？我爸在旁边说着。男人先是把朋友塞进后座，紧接着也钻了进来。朋友身子向前倾斜，险些跌倒。我本能的伸手想要去扶他，却被男人用力把手拍开。不需要。男人阴沉地警告我。我的手背瞬间火辣辣的疼，怒气嗖地冒了出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不识好歹。男人并没有搭理我，只是死死压着朋友。我偷瞟了朋友几眼，他脸色发白，双眼紧闭，从始至终没发出任何声音。车子一路前行，走出一段距离后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车窗明明是关着的，可车里没有一丝酒精的味道。这个朋友从上车到现在一动不动，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。他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。我再次把目光投向男人的朋友，他依旧头低垂着，眼皮动也不动。男人似乎感受到了我打量的目光，猛地看向我。我心虚地吞了吞口水。男人挑了挑眉毛，解释道：我这朋友酒量不好，喝醉了睡得就像死猪一样。我透过后视镜望去，那人的口鼻一直扎在男人的肩膀上，难道不怕窒息吗？就在我疑惑间，一只野猫莫名从路边窜了出来，爸爸直接来了一脚急刹车。我的旁边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是后座的那个朋友。爸爸的所有注意力都在那只野猫上，不高兴地咒骂了几句，而我却清晰地看到朋友的嘴角里有血淌出来，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男人将朋友扯了起来，我的脸瞬间煞白，这个朋友竟然没有呼吸。我现在100%确认他是一具尸体，恐惧让我的心脏快要跳了出来。我该怎么办？装作视而不见，还是想办法报警？我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摸了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一道阴狠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手机直接被夺走了。你知道了对吧？男人眼神看向那具尸体。什么？我下意识地否认。不用跟我装傻。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，直接抵住了我的喉咙，我吓得浑身颤抖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旁边的爸爸已经停下了车。别伤害我女儿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爸爸紧张地开口。要想让她活命很简单，不许使其他任何花招，把车往郊区开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再次启动车子。期间爸爸也在找各种话题聊着天，想着缓解下凶手的戒备。被匕首指着脖子的我感觉糟透了。
我的眼泪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身体抖成了筛子，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生怕惹毛了男人。行驶的路越来越偏僻，我的心狠狠地揪成一团，期盼着能有人来救救我们。不远处路口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强烈的光束，是几个交警站在光里，手里还拿着红色的棒子，应该是查酒驾的。我的心霎时平静了不少。男人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慌乱不已，嚷着让我爸停车，推开车门落荒而逃。我和爸爸劫后余生，许久都缓不过神来，直到警察找我们录口供时，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。男人很快被捉拿归案。据他描述，男人失手将朋友打死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就打算抛尸荒野。遇到我们之前，已经背着死者走了3、4条街了。在他没力气时，恰巧看到爸爸的出租车。早上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把我吵醒。随后，我们2单元的业主群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，期待能在下一个晴天见到你们。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个人以上，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我撇了撇嘴，觉得有人在恶作剧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我还来不及询问，群里已经有人先开了口，业主纷纷猜测是老陆的手机被盗，才会发这种无聊的消息。直到一张照片被发到群里，群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女人面色发青地倒在地上，嘴角泛出粉红色泡沫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我的消息一发出去，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在认真地分析着规则。马吉小区不是单身公寓，像我这样独居的住户并不多，冰箱里的食物只能吃1天，不让出门却允许去购买食物，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我的脑子一团乱麻，捋不出一丝头绪。突然间，从隔壁502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怯生生地挪到阳台。502的男人用力掐着老婆的脖子，面对老婆的挣扎，他根本无动于衷。猛然间，男人看到了对面偷窥的我，抬起头冲我阴森森地笑。我赶紧拉紧窗帘，迅速地缩进了屋子，紧张的后背全是冷汗。这对夫妻刚结婚不久，明明感情一直很好，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上不来也下不去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我失魂落魄地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都是我昨天买的。他们明天会怎样呢？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宝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独自带着6岁大的儿子生活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，经常送点心给我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抿紧嘴巴。李姐又喊了几声后，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随后是一片寂静。我心里默念着对不起，凑到猫眼向外望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我正想松一口气，李姐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就在门口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想到那条规则，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去，僵直地向前走着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有些不对。她走到502的门口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对我说过的话。502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谁呀？有病吧？502的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接下来安静的只能听到我的心跳。突然，门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得退出很远，2只手紧紧捂住耳朵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个南瓜吧。我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李姐，我真的没有南瓜，宝宝正在家里找你，他想你了。我艰难地开口，听到儿子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出现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502的男人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他会死掉。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太可怕了！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午，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为了让自己保持充足的体力，我还是决定熬点粥。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斑斑点点。我颤抖着拍下这些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禁了言。叮咚一声，群主发来了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。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颤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的一片，小区的绿化带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，冷汗瞬间打湿了我的衣服，迅速重新拉好窗帘，不停地拍着胸口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，直到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尸体，我才终于确定群里的大雾规则是真的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，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定，拿起手机看着单元业主群，我家有人敲门了，我家也是，说是楼下反映漏水，千万别开门。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，不少人附和，敲门声越来越大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响动渐渐消失了，整栋楼又恢复了平静。熬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刚睁开眼，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看着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全都腐烂了，隐隐散发着臭味。我心中有些发慌，每天都必须吃食物，可以下去买，但屋里有毒又不让出门。我生平第一次想打人，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激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就没了动静，手机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。我大着胆子屏住呼吸打开门缝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个防护服和防毒面罩，我立刻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，瞥了一眼楼道，愣怔了片刻，随即迅速关上了门。我跑到阳台往下看去，果然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，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也都不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有防护服就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，这条规则是假的。那李姐是因何而死？我理不出一丝头绪，却不敢有一丝怠慢，毕竟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戴完毕后，果断下了楼。超市就在我这栋楼的边上，平常整个小区的人顺道买东西都会往这里走，但是今天人简直少得可怜。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黑板：超市规则：1. 超市里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哦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就算是死了一些，食物也是不够分的。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，我麻溜地跟了进去。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关上了，我转过身看着外面，超市门口的小黑板都不见了，也就是说，后面的这些人都看不见这个规则。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正眼巴巴地看着里面，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轻易出不去了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，看到新鲜的肉咽了咽口水。我明明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但是规则说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蔬菜区，拿了几颗青椒和土豆，再买了桶泡面。看到有南瓜饼，我想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拿了1袋。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了上面贴着的规则：超市内部规则：1. 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，可以进出。2. 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3. 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，这也是隐藏规则吗？我望向了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都看完了规则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，等安稳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瞬间朝家的方向跑，大家都穿的一样，只要把东西藏好，雾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出来。还没走一会儿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穿着白裙的姑娘，缩在椅子上，见我走来后，抬眸可怜兮兮的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
不免让人生怜。但想到新规则，我憋住心里生出的同情心，忽视他的哀求，径直地从他旁边走了过去。他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他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我一口气直接跑回了楼道口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按下电梯。刚进入电梯，却听到外面有脚步跑来的声音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戒备地看着电梯口，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儿子宝宝。他睁着无邪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阿姨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。他让你在家等他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宝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了一个寒噤，想到了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的，会自己开门，你乖乖先回家啊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眉眼里含笑，冲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又开始担心自己把食物分享给宝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，然后一命呜呼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可惜现在回应的人寥寥无几。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规则是相矛盾的，到底哪条规则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。可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的鸡公煲。妈妈咧嘴一笑，还是从前的模样。我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她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。妈妈说着扭头进了厨房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。饭菜很快上了桌，是又焦又糊的味道。妈妈漆黑的眼孔注视着我，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。我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。我猛地转过身，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在我慢慢地恢复理智后，突然想到那2条矛盾的规则，那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，那条规则是假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他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丫头，锅里的肉要凉了。冰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拿起床头的镜子朝他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呜咽声，夺门而出，屏住呼吸关上门后，我瘫坐在地上，想起刚才的经历，还是一阵后怕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发到群里，群里陆续有人回应我，并诉说着自己刚刚的经历，真的是五花八门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就送来了。我揣上小镜子，马不停蹄地去了超市，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每分钟都提心吊胆，因为窗外不时的就会传来惨叫声，不知道他们触犯了哪条规则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。发现我给宝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后，我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些他喜欢吃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，他再开门拿。直到第4天，在我刚从超市出来时，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，怀中的食物也散落在地上，一时间周围多出了很多人，把食物都抢走了。我坐在地上十分无助，突然发现人心真的比贪吃鬼还可怕。业主们的心态渐渐崩了，开始有人在群里抱怨度日如年，期盼着第7天赶紧到来。看着他们的留言，我无奈的苦笑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里发言的人越来越少。下午，我做好防护下了楼，一溜烟钻进了超市。买完东西刚准备结账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有一双手直接把我推倒在一个男人脚下，怀里的镜子也摔碎了一地。我抬头望去，那个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鲜肉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。这个认知让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手心里全是汗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心虚地瞟了我一眼。面前的贪吃鬼一步步靠近我，周围的人也四散奔逃。我恐惧地向后挪，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死掉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。阿姨，跟我来。是宝宝。宝宝一路拉着我来到了超市后门边的厕所，然后果断地锁好门。门外传来疯狂的砸门声，我将宝宝用力搂在怀里。阿姨，不要害怕，他们进不来的。宝宝的这句话猛地让我想起了那条规则，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我惊讶地看着宝宝，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规则？阿姨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宝宝起身把马桶盖费力地拿了下来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马桶盖后面竟然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除了家以外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厕所也是安全离开小区的唯一出路。宝宝，
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诧异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，都是妈妈带我打败怪兽。提到妈妈，宝宝的眼睛沾满了泪水。看到孩子眼里的坚毅，我确定他没有说谎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条消息：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的厕所集合。我还把马桶盖上的规则拍了照片发进群里。群里很快有人回复了我：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说谎，他想引我们过去。对，我亲眼看到贪吃鬼抓住了他。看着一条条质疑的消息，我的心里有些难过。门外依旧喧嚣，我捂住宝宝的耳朵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夜幕渐渐来临，我和宝宝又饿又困，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。次日，我醒来时，身边围满了人，他们没戴防毒面罩，也没有穿防护服。一位消防员模样的叔叔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你们俩真是福大命大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消防员告诉我，昨晚麻吉小区2单元发生了特大火灾，除了我和宝宝，其他人都丧生火海。我满脸的不可置信，紧紧搂住了宝宝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吗？在他们确认我们与火灾无关之后，就放走了我们。我带着小宝租了个房子暂住。天气预报报道，7日后有大雾，请各位市民做好准备。直觉告诉我，家里肯定进来人了，因为我确定早晨走的时候马桶圈是放着的，但是现在它被人立了起来。我一直是独居，更是没有开马桶圈的习惯。惊慌之余，我赶忙给闺蜜小美打了电话，小声说道：小美，我家里好像有人进来过。我颤颤巍巍地跟她说了一番我的推论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我现在就来找你。小美胆子比我大很多，她很仗义地准备来陪我。我也有想过报警，可总不能因为家里的马桶盖被立了起来就报警吧？警察也不会相信的，除非有证据证明家里真的进了变态。没过多久，小美来了，因为她的安慰，我也放松了很多。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随后我便准备洗漱，想着晚点跟小美一起追剧。当我走进卫生间后，我突然发现更诡异的事情，牙刷是湿的。我盯着牙刷紧皱眉头，这种东西都是早晨用完后就不会再动了吧？这是不是说明不久前有人动过它？可小美来到我家之后也没有进过卫生间，那会是谁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牙刷也掉到了地上。小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：小雨，你怎么了？这家里肯定进了变态了。我红了眼眶，浑身发抖，看着小美：你说他会不会还没走？我轻声说着。小美被我此刻的模样吓得一激灵，轻声说道：小雨，那这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屋子里，如果真有人，我们一棍子打下去。我们开始在屋内地毯式搜索，地方不大，很快就搜索完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样，我们先装好监控，如果真的录到了什么，那就有证据报警了。于是隔天，小美就帮我在家安装了监控设备，要是真拍到了，就更可怕了。小美下意识看向我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听到小美的话，我更是不敢多想了。检查完监控没问题，便赶忙去上班。晚上因为下班的晚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。小美因为被男友求婚，抱歉地跟我说她今天来不了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。打开家门，我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再接着便开始查看监控器的视频。看到从早上8点半安装好监控设备后，房间内就没进过人，所以我便开始一直的快进。当我要快进到自己下班前时，都没看到人，不由得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监控中有情况了，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家。进屋后，那男人就拿着我的东西开始一阵闻，之后还想翻看我的电脑。就是这时，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，他匆忙地躲进了旁边的衣柜中。下一瞬间，房间内的灯亮了，我进屋了。看到这，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，有些惊恐地看向自己旁边的衣柜。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此刻那个变态就在里面蹲着。深夜，我浏览网页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帖子。我杀人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于好奇，我点了进去，贴主是匿名发布的。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群吃瓜网友的回复：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贴主你真搞笑，你怕不是自己在做梦吧？显然大家把这个帖子当作玩笑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抱着陪他玩玩的心情给他回复了：先尽可能的把尸体切成小块，加油哦！随着我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好的学习资料。爱学习的我准备潜心研究一番，那么这一夜注定无眠了。隔天下班比较早，在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又好奇地点开了那个帖子，想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有趣的回复。谢谢你的回复，我买了电锯，在浴缸里把尸体切碎了，居然也不怎么出血，你可以继续帮我吗？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是以为这个人蛮搞笑的，所以就继续回复道：把碎块包装好，再分散丢掉就好了。
然而隔天我就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回复：今天早上把右腿扔了，完全没有被发现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甚至有些害怕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可其他的吧友还是觉得是贴主的恶作剧，都在嘲讽的回复。这样的结果就是逼得贴主做了回应。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。今晚我把证据放在庆春公园的地下通道里，请确认。但是有没有人敢去验证就是后话了。庆春公园，这不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公园吗？我有些好奇贴主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。刚好贴主所给的地址离家不远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当晚的凌晨3点，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公园，来到了地下通道。一眼望去，通道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，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。我愣在原地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脑子里浮现出包裹里血腥的一幕，可内心的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。我缓慢地拉开包裹的拉链，随着拉链一点点的撑开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的尸块，而是一个摄像机。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，妈的，果然是被耍了。随后我便开始观察着摄像机，发现红灯闪烁，这明显是开机状态，镜头也是在对着我。就这样，在隔天，一篇标题为恐怖，摄像机拍到的震惊瞬间，视频火遍了各大网站。再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提示：心脏不好的人谨慎观看。随后画面开始倒计时，接着男人就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不过就在他好奇的瞬间，身后突然出现一把刀子，扎进了男人的脖子，男人死了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一个标题为“我杀人了”，内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帖子，发到了网站上。当他发完问题，镜头缓缓上移，使得我们看清了这个发问题的人，他正是小雨，而要处理的尸体也正是藏在他衣柜里的变态。你以后洗澡注意点，把门窗都关好。我刚从浴室出来，正用毛巾擦头发，就收到了同事发过来的消息，以及一张照片。什么玩意儿？没头没尾的，什么意思？对方很快就回复了，只有一句话：你们那层楼有变态。我更疑惑了，这才点开那张图片仔细看了一遍，放大了2倍之后，才分辨出图片里那是个人扒在我宿舍的浴室窗户上，果真有变态。这谁拍的？什么时候？2条消息发出去，石沉大海。我没了耐心，索性一个电话拨过去，同事很快接起来，但却压着嗓子说话：喂，我宿舍有人，没看见你的消息。我开门见山：你那照片哪来的？那个呀，别人发给我的，就刚才。我认出是你那屋，想着提醒你一声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老子一个男的也是。同事沉默了一会，才接着说：不过我是真没想到，这年头连男的都不安全了，你要小心啊。电话挂断，我又把那张照片看了好几遍，虽然画质渣，但依旧能看出是一个男人，就站在阳台边缘，探头往浴室窗户里看，可不就是在偷窥？南方到了晚上，天气依旧闷热，所以我洗完澡只穿了条短裤，但现在却觉得一阵恶寒，这都什么事？哪个狗日的敢扒人窗户？别叫老子抓住！我把图片放大，可拍的实在模糊，又是个背影，根本分辨不出画面里的人是谁。除了一肚子火气之外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我随手找了件短袖套上，完事还是觉得不舒服，又翻出一条长裤换了，烦躁的往床上一躺，脑子里还是绕不开这件事，只能打开手机看球赛。本想转移注意力，却忽然想起一件事：我半个月前才入职，当时因为宿舍分配出问题，还住了3天酒店，是物业管理那头出的错，把206和602的钥匙弄混了。原本该住在2楼的女同事错拿了我的钥匙，那姑娘比我早到1周。叫王希，她拿了钥匙之后问都没问，发现2楼206房门打不开，就直接循着钥匙上的编号，提着行李上了6楼。还是等我到公司入职去找物业，这才知道闹了乌龙。可公司那边的登记不好更改，水电费结算都跟工资卡绑着，重新修改太麻烦，最好我俩之间调换。我看他一个人不方便，就主动帮他搬家，从6楼换到2楼，一来二去也熟了起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没有可能我俩换了房间，可那个偷窥的人却不知道？他跟往常一样听到水声过来扒浴室窗户，却没想到里面换了人。毕竟他那熟络的姿势，恐怕也不是第一次。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真是个人渣。没想到公司宿舍还住着这种人。我拿起手机，本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王希，可转念想想又怕吓到他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正纠结着，电话响了，我看到来电提示，却是一愣，是王希打来的。他难道知道了什么？我犹豫着接起电话，喂。对面的人立刻出声：李平，我也不想麻烦你，但你能不能过来一趟？刚刚有人在敲我的门，特别大声，我不敢开门。他声音发抖，带了哭腔。我皱眉，立刻联想了到那个动作猥琐的偷窥男。你别开门，就在房间里等着。我这就下楼，也来不及换衣服，踩着拖鞋就出了门，用最快的速度往2楼跑。声控灯亮了一路，可拐进2楼楼道之后，却发现根本没人。206门口也空空如也，难道是走了？我怕敲门声吓到王希，索性打电话叫他开门。喂，他压着嗓子跟我说话，小心翼翼。我放缓语气，安抚道：我在你门外了，没有人，你别担心，估计是谁走错了。可我话还没说完，低头却发现地上有东西，像是一张纸，被顺着门缝塞进屋里头，只有边角露在外面。我预感不好，没继续说下去。你先开门。好，我过来了。电话挂断之后，206的门从里面被推开，王希穿着睡衣，头发胡乱披着，眼眶发红，模样有些狼狈。看样他是睡着之后被吵醒的，估计吓得不轻。他没敢走出门，畏缩的往楼道两边看，发现确实没人之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哑着嗓子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。我摇头表示不客气，
蹲下身把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，是一张被折起来的白纸。他看到之后也一愣，这是什么？不是你的？他摇头，不是，是不是风吹进来的？这几天风大，我没说话，低头展开了手上的纸条，发现最里边那一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一行字：妹妹搬家了呀。我面上一沉，这还真不是风吹的。王希浩旗纸上写了什么？要接过去看。我赶紧把纸条揉成一团，避开他的动作。他半夜被人敲门，已经吓得够呛，要是再看到纸条上的内容，恐怕更难接受。没什么，小广告。他狐疑地打量我，明显不信宿舍楼道里会有小广告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不擅长撒谎，索性转移话题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这房间不太安全，今晚要不先跟其他女同事挤挤。他盯着我半天才说话。李萍，你别瞒着我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心里才有底，才能有所防范，否则更容易胡思乱想。我一时语塞，但他说的对，作为当事人，他有权知道情况。我叹了口气，把纸条递到他手里，还有我洗完澡之后收到的那张照片也找出来给他看。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，主要是怕你被吓到。浴室、爬窗、威胁信，这些线索足以勾勒出一个躲在暗处偷窥的猥琐形象。他翻完聊天记录，把手机还给我，哑着嗓子说：“能不能麻烦你把这些内容转发给我一份？”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要怎么做？当然是抓到他。这个人敢这样，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不能就这么放着。因为颤抖，他说话都磕磕巴巴的，但我听懂了。6楼不算高层，但也在半空，一旦摔下去，就算不死也会残废。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这人就敢冒着这样的风险扒窗偷窥，说明他的猥琐变态已经到了不要命的程度。王希死攥着那张纸条，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。我叹了口气，劝说：“你先别怕，肯定能抓到那个人，别太担心。”可这不是废话吗？发生这种事，她一个女孩怎么能不怕？我收了声，盯着照片里那个猥琐的背影，攒了满肚子脏话。电话忽然响了。你知道如何快速脱单吗？手机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作为母胎单身的我迫不及待地点了进去，但我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永生难忘。刚打开软件，我就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心动的女生，看着她的照片，感觉自己心跳从来没这么快过。我鼓起勇气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很快她就回复了我：“你好呀。”想着自己应该主动一些，刚输入到一半，没想到对方先给了我回复：“我叫小爱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软件，我看到你照片觉得你还不错，咱俩可以多聊一聊。”我真没想到她竟然会对我也感兴趣。从那之后我们就经常聊天，很意外小爱是个善解人意的女生。我经常忙过头忘了吃饭，她总会贴心的帮我点好外卖，哪怕我再三拒绝，不想让她这么破费，她却笑意盈盈地说：“你总是不关心自己的身体，我会心疼呀。”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有一些想见见她的冲动，但我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我知道很多人说过网恋都是骗人的，不是骗钱就是对方长得很丑，更有可能是个男的。可小爱从来都没提过任何要求，甚至还愿意为我付出。我也提出过要跟她视频，现在吗？你等一下，我梳妆打扮一下。小爱同意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发来一条视频申请。接通后，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没想到是真的，我的春天真的要来了。这次晚上我们聊了很久，相约了在情人节那天来我家吃饭。时间很快就到了，我给家里好好的打扫了一下，等待着晚上的到来。一阵敲门声传来了，他来了，我非常惊喜，心跳也不自觉加快，深吸一口气打开了房门。小爱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，我便邀请她进来了。在沙发上坐着的时候，我有些拘谨，悄悄看她，却看到她一直在低头玩手机。我微微蹙眉，刚想问一下她在干嘛，电话响了，小爱接起了电话，那头我听出来是个男人的声音。等挂断电话，我好奇地问她在和谁打电话，只见她突然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我心下一惊。我想着第一次见你，给你准备了惊喜，我感觉此事我应该高兴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我心里总有些毛毛的。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，外卖来了。我觉得我此刻应该拦住他，但显然他的动作比我快。只见小爱拉开了门，一个身穿黑衣戴着黑口罩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小爱此刻就站在他的边上，看着我微微笑着。强哥，就是他。我看着小爱嘴中的强哥掏出了一把刀，对准了我，把你账户里的钱都转过来，现在马上，别耍诈，你有多少钱我们都知道。我慌得一批，看着这个男人魁梧的身材，我只能听话的照做，颤抖着把钱都转给了他。旁边的小爱还在那边碎碎念，亏我吊了他这么长时间，才从他嘴里套到了所有信息，真令人作呕。强哥，你可得多补偿补偿我。我冷汗滴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。等款全部都转过去了，强哥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我们现在只图钱不害命，可你如果报警的话，你要知道你家里地址、公司地址我们全都知道，后果自负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们两个就走了出去。我蹲在地上好久，不是我不想起来，而是腿软根本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走了，会不会在反悔突然回来给我一刀。我望向了门口，此时大门敞开，漆黑的门口什么都看不见。鼓起勇气，我跑到了门口，把门反锁上。我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毕竟只有报警才更能保护我的安全。我把所有与小爱的聊天记录还有资料都提交给了警察，可没想到他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，转账账户也不是本人。目前警察还在调查中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搬到朋友家去住了。希望大家引以为戒，网恋需谨慎，千万不要随意就把自己的信息都告诉给别人。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
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，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。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眼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的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的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的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。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。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，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